眼神差了点，手脚慢了点，还是回去再练2天吧。哎呀！血奴，你这个混蛋！蛇毒没有化掉你的脚吗？区区蛇毒，能奈我何？我早就吃了解药了。你们打伤了我的宝贝儿，这笔账怎么算呢？都是你多管闲事，要不是你，我早就打败易劲风，夺取盟主之位了。谁要你自作聪明，放出那条大蛇来乱舞，坏了我的大事？哼，凭你一个小姑娘，可以赢冥界山中的少庄主？呸！如果不是你碍手碍脚，我的宝贝儿早就将易劲风吞掉了。技不如人，还这么大口气，岂有此理！找死！你们总是这么打来打去的，有什么意思呢？只有把剑刺到对方的心窝里，那才叫痛快的。你们不要停，继续打，不用理我，我只是来凑热闹的而已。打吧，继续打。哈哈，西域4魔来了3魔，我倒是不介意以1敌3，来吧。你这种美人儿，我爱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打你呢？嗨！凑热闹又怎么可以没有我的份？我来也。红娘，他不爱你，我爱你，怎么样？简直是胡闹！属下不敢。秦丞相委我重任，瓦解江南义军，你们几个都是来帮我忙的。可是现在大事未定，你们却掀起内讧。如果被丞相知道了，定会怪罪我办事不力，到时候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思荣，你混进义军里面，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义军之中，大部分人已经走散，其余的都是些不成气候的。哼，那些所谓的义军，表面上是忠肝义胆，实际上是一些贪生怕死之辈，不用我亲自出手，已经不战而溃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什么事情？我在义军中听说，岳飞是个忠义之士，他率军攻打金人，是为了恢复宋氏江山。那干爹为什么还要阻止他呢？这天下间的事，不能只听人家道听途说，也不能只看表面。岳飞他的确立过不少战功，可是他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大宋，他包藏祸心，拥兵自重。他借着攻打金人的名义，想壮大自己的岳家军，实际上他想谋反，想自己做皇帝。可是，没有可是，你的任务是完成丞相下的命令，其他的就不要多问了。思荣，你先回到明剑山庄，继续跟踪易继风的下落。这个臭小子是我的心腹大患。是。3魔听命。是。我会带领黑煞死士，到时候偷袭岳家军，你们兵分2路，我们就杀他个片甲不留，让岳飞死在金人的手里，身败名裂。哼，人将死的表情，我是最爱看的。我要大开杀戒，一见血我就开心。你是怎么当上武林盟主的？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丞相商量过了，谁做武林盟主都没有我做好。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一统武林，他们就不会再造反叛乱了。可是，我听说他们没有造反叛乱的意思，他们只是不赞成丞相的做法。
他们只是一心想把金人赶走而已。思荣，你忘了我们的规矩了吗？我没有忘。没忘，除了丞相的话以外，其他人的话都是废话，我们只听他一个人的话。可是，没有反驳的余地，你难道想造反吗？思荣，你是越来越没有以前听话了。是，我是觉得我是有些变化。什么意思？我想离开。离开？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干上了就是一生一世，只有干到死才可以离开。那你就当我死了。我不可以。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漫无目的的接受任务去杀人，我受不了。你以前可以的。我现在不想这样了。啊，那是什么使你改变的呢？我不知道。好，看来你是非走不可了，对吗？哼，好，那就帮我再办最后一件事情，办完了，你就可以走了。什么事？我要对付张君宝。你要我杀张君宝？我是不会杀他的。原来你真的喜欢他。不是，我只是不想再杀人了。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杀他的。怎么说，君宝也是我的亲侄儿，我有那么冷血？这只不过是一包销魂散而已，他吃完以后，只不过会迷迷糊糊的。你不是想离开我吗？等你办好这件事以后，你就彻底的自由了。唉，我开始了解易前辈的感觉了。不过他还好点，起码知道自己死心塌地爱的是什么人。我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都不知道，怎么办呢？谁可以帮帮我？金宝，嗨，鹧鸪仔，好久不见了，去哪儿了？别提了，我之前跟一只黄莺谈恋爱，可是那黄莺脚踏两只船，还被那只乌鸦打伤了。刚刚聊完上出来。我早就跟你说过，色字头上一把刀。我说问世间情为何物才对。是啊，我也觉得。你有对象？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不过照宋远桥他们这么说，我跟蓉蓉姑娘可能真的有某种感觉呀。秦思蓉，喂，她是坏女孩。怎么会？她是刁蛮了点儿，不过也算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我早就被易前辈打死了。少来，我说她是坏女孩。好女孩。坏女孩。不信，那这样好了，我们学学路边算命吧，玩玩小鸟占卜。唉，如果是上上签，那就证明有点缘分，那就再说看看怎么样。如果抽到下下签的话，那就以后什么都不要想，好不好啊？拜托了，鹧鸪仔。上上签，下下签，上上签，下下签，上上签，下下签，上上签呐！真是天意弄人呐！这样也让我抽到了支上上签，也就是说，我跟这个蓉蓉姑娘，哎，我踩刹车了。你的伤应该全好了。真的，谢谢你，圣僧。哈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不关你的事呢？如果不是你每天帮我练功疗伤，我哪会好得这么快？我只是顺着你体内易筋经的内劲，将内劲引导到你身上的七经八脉，加速运转，让你快点好转。如果没有易筋经的话，我再怎样引导也没有用啊。易筋经真的那么神奇？哎，天下武学出少林，少林武学的根本在易筋经中。如果你练习得到易筋经的内功，将来你必定有大的发展。
那我会不会有朝一日天下无敌？天下无敌，谈何容易啊！哈，知道了，我连你都打不赢，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倚天行跟易老前辈啊。我已经是废人一个了，我只会一点武功秘籍，根本不能再上阵比武。再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地间谁是最强还未有定论。但从现在来说，并不是你。说真的，当年是谁把你打得残废，令你发誓永不出招的？这人，你总会碰到的。只要你继续勤练武功的话，你们早晚会碰到的。什么人？是一个但求一败的武痴，说不定你们早已交过手了。不会吧？哎，上次我给你出的题，你猜中了吗？镜中花，水中月。就是说我眼前看到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是不是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事不能直接说出来呢？硬是要绕来绕去，又镜又花又水又月这样啊？那样才有高人的风范呐。知道你是高人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要跟我讲一句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背后有些什么人正在骗我？我不知道。又或者是我做错了什么，还以为我做对了？这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似虚还实，似实还虚呀。别再虚虚实实了，我的脑子都快被你挤爆了。有事直接说吧。嗨，真没情趣。我是说，上次那个叫秦思荣的姑娘，她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呐。她不简单，我早就知道了，不用你说。我上次看过她的步履和吞吐息的方式，觉得非常娴熟。后来我再叫她多说话，多走几步路子给我看看，我才发现她武功的路子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但求一败的武痴是同一门路。他必定是那个人的门人，也就是杀死你爹凶手的那种武功。那就是说他是杀我爹的凶手？对呀，有这种可能。不可能，我爹的武功高过他那么多，他怎么杀我爹？有时杀人的并不一定比被杀的高强。世间的事往往不能只看表面呐。对，正如你所说，不能光看表面。现在表面上好像很可能是秦姑娘，但是实际上不是。学习的真快，不错。你果然在这样。师傅他受了内伤，说要吃药吗？他没事的。不是，他病得很重啊。不会吧？我帮他把过脉了。哎呀，他不是被人打伤的，是害了病。什么病啊？相思病。那我就没办法了。哎，别人是没有办法，但你一定有办法的。我有什么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师傅的心病是因你而起的，你一定要医好他。你不要乱说啊！再说我就不客气了。打！我当然打不过你，但你不要欺骗你自己了吗？你明明对师傅有意思。我没有。你们平时总是吵吵闹闹的，哎，但从来没有翻过脸。你看啊，师傅现在受了伤，你还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还给他弄了这么多的药。其实，师傅这个人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就是……你不要再说了。看着这些药，别煎糊了。哦。不行，我不能再耽搁了。荣姑娘。打水啊，阿言。打水洗衣服嘛。
荣姑娘，有没有考虑一直留在我们这儿啊？为什么要留下来？做我们师母啊！有了师母，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了。你可以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照顾师傅。师傅有人照顾了，他就不会管我们了。你瞎说什么？这些话我替师傅说的，他怎么会跟你说呢？你别看他平时胆子挺大，可他没胆闯情关。他武功确实不错，可遇见这种事，他像个大傻瓜。嘿，我们师兄弟都看出他对你有意思，可他自己还懵懵懂懂的。荣姑娘，荣姑娘，哎，荣姑娘。我什么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爹的死跟你有关，最后那一剑也是你刺下去的，对不对？我知道你的苦衷，你是想快点了结他，别那么痛苦。你想帮他，对不对？我真的不想杀他。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矛盾，很内疚。你会不会原谅我？会，当然会。我是你的杀父仇人，你也原谅我？因为我爱你，我爱你。你爱不爱我啊？俊宝，干嘛呀？一个人抱着棵树。蓉蓉，蓉蓉，蓉蓉，蓉蓉。没什么，你找我有事啊？是啊，我想问你，认不认识一个人叫逍遥王？为什么不回答我？不过你不回答我，我也知道，你怎么会不认识呢？你的功夫都是跟逍遥王学的。谁跟你说的？我没有跟他学武功。我爹死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你忘了我救了你？我没忘记，你是救了我，但在救我之前呢？我都跟你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什么都不肯讲呢？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我没有。还说没有？你是逍遥王的弟子，你从来就没有问过我师承何处。那我爹的死呢？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好，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你当时不在那里，是不是？我确实不在。但是我有目击证人。这条大蛇当日在现场，他是证人。大蛇又不会说话，他怎么会作证？他不会说，但是会听。我问你，我爹死的时候，你在不在现场？在就点头，不在就摇头。那我呢？我在不在现场？好，那他呢？他在不在现场？他撒谎。他有没有杀我爹？我没有。动物说话怎么可以作证呢？人才会撒谎，动物不会。谢谢你，大蛇兄，你可以回去了。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要杀我爹？我不想的，可是我没办法。如果我不一剑刺死他的话，他会受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折磨。我是问你，为什么？我说了，我不想的。你杀了我吧。你不动手，
你原谅我了。原谅你？我怎么原谅你？我怎么可以原谅你？如果刚才大蛇还没有出现之前，你把所有事情说给我听，我还可以原谅你。到最后一刻，你还要骗我，我怎么原谅你？这样都原谅你了，我还是人吗？那你为什么不杀我？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天意弄人。如果不是你杀了我爹，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又或者，如果我不喜欢你，我就可以一掌打死你。我喜欢上了杀父仇人。刚才你说，你不希望他那么痛苦才刺他一剑，那就是说，杀他的人不止你一个，还有谁？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就是不能说。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说，你斗不过他们的。斗不斗得过是我的事，不用你担心。我当然担心。你为什么要担心？你又为什么要担心？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担心你，因为我也喜欢你，这是我一生当中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我从小接受的训练，就是不可以有感情，不可以对任何一个人有感情。可是我偏偏喜欢你，喜欢了一个我不应该喜欢的人。做也做了，错也错了，人是我杀的，我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我总是在希望你可能会原谅我，我们在一起，过着幸幸福福、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始终都是一个梦。现在这个梦该醒了。来，抱着我。